开火！接应的人到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，只要到了东海，就是咱们的天下了。快打！怎么把部队给招来了？你们两个到后面阻击他们，我要看。快点！进队齐队，我知道你们有所顾虑，所以没有下狠手。如果我们真是罪犯，恐怕有3头6臂，也逃脱不了。所以，得罪了，还得麻烦2位送我们一趟。请吧。不错，提前了3分钟。起来！
军警本身就是一家嘛。城市作战是现代战争的重中之重，以后这样的演习，还是要多来几次啊。关营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那小警花呢？不好好上班，瞎跑什么呀？哦，我们这次海训要配合国防军工的生产厂家完成对新式装备的测试。军梦集团推出的军品绿色平台，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最大、最领先的民营军工企业交流平台。你知道的，陈总是这个平台的 CEO， 所以他来这里不是瞎跑，是为了工作。梁三毛说的太对了。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要好了啊？怎么，嫉妒吗？咱们营长除了安排任务下手带狠，对咱们作战还真不错。这回让咱们来巡海。好，闭环，我是山一。闭环收到，请指示。任务有变，从现在开始，命令你派所有武装特种队员在34号公岛迫降。随即展开生存极限训练，为时1周。收到，请重复。闭环重复，极限训练，时间1周，完毕。正确。其余特战装备人员的海训，寻找时机补齐。闭环明白。向我靠拢。等到之后，大家迅速侦察环境。制定生存方案，出发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凡事都得两面看。虽然雨现在下这么大，但是解决了咱们好几天的淡水之急。还说呢，前几天用海水提取成淡水，烤火熏得我眼睛现在还疼。哎，班长，生个火烤烤吧，刚才一不失控了都。生什么火？要是战时状态，生火就暴露了。好了，互相依靠着，先休息吧。来吧。其实吧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睡觉。赵小云，闭上嘴，赶紧休息。睡觉喽。试一下。搞定了。那是，还有我们粮仓搞不定的事情。那就这样可以了。嗯。陈总，您看，
那架无人机又来了。这架无人机这几天一直在这附近转悠。它这上面装备了专门的侦察设备。这个地方是海防重地，该不会是有人想要窃密吧？小林，追！是。小林，追上了吗？追到了，但是信号马上要丢失了，正在返回。对面是个职业的高手。走，咱们追上去。是。最近合成训练还是有成效的。杨参谋，报告营长，我跟陈总在测试无人机的时候，发现一架可疑无人机在我方附近出现，现在正在追踪。什么信号？观察它的行动轨迹了吗？没有信号，但是经过了改装，装备了相机和热成像设备，轨迹比较凌乱。我刚刚整理了一份材料，现在连同无人机的照片一起发送给你。附近有重要的军事目标吗？这块区域是当地人武部批准的，没有军事目标。但是因为离我们驻训的地点不远，所以我担心是在针对我们进行侦查。好，我马上向索部旅长汇报，你们尽快返回驻地。是。注意安全。明白。立即返回驻地。我们都追了这么久了，现在回去不就功亏一篑了？这样我们小心一点，不被他们发现。陈总，可是没有可是了，不用这么紧张的，说不定就是什么军迷爱好者自己改装的呢。陈总，前面小路左转。喂，俺已经在路上了，半小时就到。你先别去找郭子健了，你直接来找我，我们给他个惊喜。地址等我发你。你这惊喜可不能太久了，俺可是好长时间都没有见营长。哎，对了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追踪一架无人机，到了我把地方发给你。哦，好。情况就是这样，目前梁红和陈小山正在对无人机进行追踪，为了安全，我已经让他们返回驻地。东南沿海的敌特活动向来非常猖獗，任何可疑的情况，我们都不应该掉以轻心。这样，你给金小春打个电话，了解一下具体情况。是。陈总，那架无人机降落了。给吴东胜发个定位。好的。这是什么鬼地方呀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好。哎，陈总。
收子。我们已经与警方人员会合，在现场发现了梁红和陈小山的手机，手机已经损坏。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这里就是歹徒的窝点。只可惜我们到达的时候，歹徒已经转移了。能否判定歹徒出逃路线？现在还不能确定。马上扩大搜索范围。是。你找的这3个人靠谱吧？大哥，你放心吧，那几个人是花了大价钱请过来的，名头亮得很，对付那些警察足够了。强哥，那几个人扔海里喂鱼得了，留着也是累赘。不行，这公海一览无余的，万一遇到麻烦，他们就是我们的底牌。还是老大深谋远虑啊！警队，要想逃脱警方追捕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公海，而公海离这儿并不远。直升机巡逻小组沿海面搜索，把范围再扩大。大家补充一下体力，今天是咱们在岛上的最后一天，大家好好休息调整，准备打道回府。蜜獾，听到请回答。我是蜜獾，山一请讲。马上进入临战状态，原地待命。蜜獾明白。排长，出事了。全体都要！从现在开始进入临战状态，记住，这不是演习，是实战。是。临战？杨茂林他们有实弹吗？无人岛上随时都有可能有意外发生。您一直跟我强调安全，就让他们带了5发，2发手枪用，3发步枪用，以防万一。为什么申报？不够。已经汇报过了，手续都是齐全的。确定？确定。你怎么能断定匪徒会登陆无人岛？他们的目的是公海。无人岛往东就是公海，从那儿逃走距离最近，而且无人岛是那条航线上唯一的歇脚点。如果我们扩大搜索范围，他们极有可能在无人岛暂时躲避。做好作战指挥，细节也考虑周全，特别是对无人岛的支援。杨茂林他们毕竟在5发子弹，对方的火力不能轻视啊。至于作战申请，我会让人去办的。明白。谢谢首长。谢什么？他们也是我的兵。他们的安全，我比你更揪心呐。直升机组报告，海上没有发现目标。明白，继续搜索。如果他们走水路，很有可能借助无人岛当跳板，然后趁我不备直接逃往公海。无人岛上有杨茂林，我不担心，我就是担心人质的安全。从当前布局来看，陆路已经被警方堵死。如果海上也没有了退路，或许他们会孤注一掷。到时候鱼死网破，人质就会有危险。必须无条件保证人质的安全。我有个建议，可以采取外松内紧的方式处理。说说看。除了让直升机不规律地在海面上巡逻，让他们不敢冒险，其他逼迫手段暂不使用。那内紧呢？内紧就得看杨茂林他们的表现了。但一切都是我们的猜测，他们会不会登岛还不能确定。这么快就追来了，长哥，要不然冲出去吧？不行，这大海上一览无余，被他们发现了，我们就是活靶子。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岛啊？
这条红线上就前面有一个无人岛，岛上地势陡峭，但树木繁多，利于隐蔽。你上去过吗？就去上面侦察过地形。就当无人岛。山鹰，我是蜜獾。我是山鹰，请讲。猎物已上山。现在情形如何？当前的侦查结果是，对方有3名专职武装人员，均携带外军制式突击步枪，其中1人携带狙击步枪，另外3名歹徒均有短枪，还有4名人质。4名人质，怎么还多了一个？蜜獾注意，敌装备精良，不可轻举妄动，一切行动听从指挥。是。但是你们在现场，怎么利用好5发子弹，视情况而定，注意安全。蜜獾明白。强哥，这破直升机一直在海上转悠，咱是不是暴露了？很有可能啊。不过，我们有这几个人质，他们应该不会轻举妄动的。情况紧急，敌情复杂。虽然营长命令我们不能轻举妄动，但我们也必须要有应对措施。咱们现在手上有枪，但是没有实弹。子弹有，但只有5发，3发步枪子弹，2发手枪子弹。我的计划是，3发步枪子弹，我1发，狙击手丁少龙、刘东各1发，手枪子弹全部暂时留在我身上，以备急用。排长，要不手枪给我吧，我抵到近前射击。这不是演习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。对方的3名保镖，刚才我仔细观察过。从他们的身形动作来看，像当过兵，不能大意。我们的3发步枪子弹就是留给他们的，但是现在天太黑，需要借助外部光源。该不会等到天亮吧？我还有1颗照明弹，灵活交给你，听我的命令再发射。明白。照明弹发出瞬间，我们按照左、中、右分工，各个击破。我左，刘东中，少龙右。是。咱们一旦干掉保镖，容易引起歹徒恐慌，会连累人质。所以，打击时机必须准确。是否清楚？清楚。清楚。报告继续等。御风营在作战前沿，必须参战。那我们，人民军队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现在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胁，岂能袖手旁观？通知郭子健，靠前指挥，按实战要求参战，并全动用手里的一切装备。那军长政委那儿，我去说，哪位首长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犯糊涂。抓紧落实。是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罗子健，注意安全。定位收到，我已出发。直升机已故意放缓节奏，歹徒一定会趁这个时机冲出去，注意把握作战时机。明白。排长，对方行动了。天快亮了，
光线已能基本满足击杀对象的需求。刘东，赵龙，记住，照明弹打出瞬间，听我命令，同时射击。是。按照指定目标，做好狙击准备，行动。兄弟，干得漂亮！你们放心，只要我能够活着回去，钱少不了你们的。走，起来，走，起来。林少龙，刘东。林少龙就位。刘东就位。对方登船时是最佳射击时机。照明弹亮尾号实施射击，击准方位，准备。准备完毕。准备完毕。林一虎，准备。准备完毕。发射。目标全部清除。山鹰，闭环呼叫。山鹰，请讲。3名保镖全部击毙。3名保镖全部击毙。保持作战状态，紧密关注。歹徒行动。是。3名歹徒已经击毙。报告指挥部，3名歹徒已被特战排全部击毙。干得漂亮，保持联络，完毕。索副旅长，你们的战士用3发子弹就干掉了3个歹徒，真是牛啊！咱现在人质会不会就危险了？你放心吧，冠军，我相信郭子健不会给他们反应的时间的。强哥，岛上有他们的狙击手，朝公海方向，给我加大马力冲过去！加大马力！我是山鹰，从丰州锁降后，会配合直升机将歹徒快艇向你入水方位逼平，伺机行动。计划明白。快打！怎么把部队的人招来了？你们2个到后面阻击他们，我要看。快点！
你是真的厉害，在那样的情况下，你都能面不改色。这不一样，我是军人啊。军人就不会害怕吗？也不见得是不怕，只不过是因为军人的身份不允许我们害怕，不然我们身后要保护的人怎么办？是呀，以前我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觉，这次之后我是深有体会。我现在心中只有2个字儿：佩服。是，郭营长确实挺让人佩服的。谁佩服他呀？我佩服的是吴东胜。哦，有件事儿我还没跟别人说过呢，觉得我有点喜欢吴东胜。你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？移情别恋？嗯。是啊，2个都挺不错的，我可怎么选呢？我觉得爱情还是不要3心2意的比较好。那好吧，我选吴东胜，郭子健让给你了。我跟郭子健，我们就是普通的战友，你不要误会了。都舍身相救了。换作是任何一个人，郭子健同志他都会这么做的。梁灿，你知道有句话叫做“解释就是掩饰”吗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打算去看看你，你干嘛去？我也打算去看看你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没事吧？我这没事儿，谢谢。没想到这次海训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的。是啊，天天讲实战，这一次虽然只是几个毒贩，但也算真枪实弹的干了一把，也是一次难得练兵的好机会。是这样的，曾慕涵他给我发来数据，我看了一眼，连其他几支临时战队他们训练的成绩综合评定都比以往提高了不少。这一次你的功劳最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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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俩就别互捧了。啊。你手还有伤呢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嗯，给你带的。谢谢。位置可以。这个位置，对吧？中骑兵，到！马上联系特战排。建安同志，你的2份报告，昨天同时收到，已经报送党委。你想听实话吗？首长说笑了，请首长指示。昨天晚上我彻夜未眠，心里反复出现4个字：甚感欣慰。谢谢首长夸奖。能看得出来，你对2个问题虽然指向不同，但是都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。
我相信你的工作对玉峰营、对郭子健本人都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。是。首长，有一件事儿，我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，我希望您能给我一点建议。说吧，我尽量。我承认啊，我对郭子健有一种无法回避而又强烈的个人好恶，所以上一次吴东胜事件之后，他不是休假回来直接进了教导队吗？我是刻意的打压了他一下。哎，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是收敛了不少。知道服从命令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关键问题是，自从当上这个御风营的营长之后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那个脾气呀是翻着个儿蹭蹭蹭往上涨啊！我就经常在想，在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位置交给他，是不是最好的时机啊？不光你这么想，很多机关的同志，甚至一些领导干部，都持怀疑的态度。对呀，我就怕他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他尾巴夹不住啊！建安同志，你要这样看郭子健的话，你是降低了自己跟他对视的高度。是，请首长指示。你想想看，郭子健个性是张扬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他有没有因为个人的得失发过脾气？包括差点毁到他前程的吴东胜事件。那倒不会，用我们政委的话说叫什么来？啊，光风霁月。这小子非常的光风霁月，他不会干那种明枪暗箭的事儿。康保平同志，真不愧是个老政工，他这句话说的太准了，你要向他好好学习。集团军党委，尤其是我本人，之所以力荐郭子健担任御风营营长这个职务，就是看重他绝对不会因为一己之私置战斗力发展于不顾，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对御风营项目的推进瞻前顾后。我相信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郭子健都不会把个人的升迁提职放到其中去衡量。你知道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啊。那倒是。其实这种担当精神，正是现在我们慢慢所缺失的。而且，他提出价值魔方这个理念，就是一种独特的担当啊。魔方中每一个模块体现个体价值的时候，整体的魔方价值就会成倍的提升。多好啊！听首长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自个儿还真是短视了。可能是我这个人太保守，太传统。首长，要么我还是退出价值魔方计划的管理吧。我担心，我这些老的理念会影响郭子健对御风营的建设速度。恰恰相反，价值魔方是一个新理念，我担心郭子健走得太快了，脱离了现实。你想想，新理念在实践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，尤其是内卷化的难题。可这些呢，恰恰是你的长处，所以你的价值无可替代。这次御风营赴东南海训，不仅高质量地完成了渡海、登岛等多种方式的攻防演练，也配合有关院校和军工生产单位完成了相应的工作，很好嘛。但是，更值得一提的是，配合当地的公安部门联手消灭了有高科技背景的贩毒团伙，成功解救了人质。可喜可贺啊！徐队长，你可是少说了一位英雄啊！啊，对，这次的英雄，除了御风营的全体官兵，还有我们红一营前任的侦察班。
我把今晚的岗哨全都换成了骨干，警戒没有松懈，战备手段也还有，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去车炮厂看看。行，那如果有情况的话，随时通知我。好。老婆，首长给我们明天放2天假，我想一大早起来呢，就赶快去超市给你们做顿好的啊。那个，你看你能那个微信红包先给我转100吗？啊，嘿，好，谢谢老婆。哎，我上回炖那大鹅，你还想不想吃？那你那个红包给我转200，你看行吗？哎，好嘞，谢谢老婆啊，好嘞，那你先挂，我这马上睡了，再见。执勤呢，少打哈欠。排长，你得相信科学。从科学上说呢，这个哈欠是控制不了的。再说了，自己家营区。你看，精神点儿。这边你盯着，我去那边看看。放心吧，排长。瞪起眼来。嗯。哎，小山，怎么了？哥，我把吴东胜的问题彻底解决了。什么叫彻底解决了？你把他怎么了？我把他的终身大事解决了，彻不彻底？陈小山，你别胡闹啊！你不要随随便便给他介绍那些不靠谱的小姑娘。那你觉得我算不算靠谱？你更不靠谱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因为一次英雄救美，你就混淆对他的感情。你知道什么是感激还是喜欢啊？我都长这么大了，这我还分不清？我之前那么多段恋爱，不都白谈了吗？我就怕你这丫头3分钟热度，以后突然说不喜欢了，拍拍屁股走人，那吴东胜怎么办？哥，你搞清楚，我才是你妹妹，你不应该担心我会不会受伤吗？吴东胜的为人我了解，他对事业忠诚，对人也是一样。一旦他喜欢上你，他就会全心全意的对你好，哪怕是牺牲自己，他也不会伤害别人。哥，你也知道，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我爱他的原因。他这样的好男人在这个世纪已经很稀有了，我当然不可能让别人抢走，自己要牢牢的把握住。丫头，要真决定要拿下，那就得稳扎稳打。拜托，我可是陈小山，你可放心吧，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我告诉你，就你这样，人家未必看得上你。哎，打住！你就弄清楚你站位的问题就好了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
侧小树林，听候指令。立刻与单独驻防的元火和陆港分队联系，随时准备反击。是。御风营的战友们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：北京时间凌晨1点04分，你们光荣的成为了飓风营的战俘。报告，江营长，你这是玩阴的，偷袭我们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偷袭是你们郭营长的拿手好戏，我只不过是现学现卖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是你们自己放松了警惕，才让我们有了可乘之机。报告，没有发现郭子健。郭子健，我知道你在附近，出来吧！堂堂正正的像个男人，面对自己的失败，和自己的战友们站在一起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自己开溜。这不是一个指挥员的作风。山鹰，迷幻全都联系不到。没关，准备下一步计划，行动。是。郭子健，不要白费力气了。你应该明白，我能站在这里，就说明你所有的作战关节点全部被我拿下。我知道你还有支援火力，但是你的战友们在这里，你敢开火吗？御风营的战友们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的营长，他抛弃了你们，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做俘虏，自己一个人灰溜溜地逃走了。蒋学强，蒋学强，我现在手里要有把枪，你就没那么多废话。郭营长，好久不见，想我了吧？你想赢想疯了吧？大晚上吃饱了撑的，别冲我发火。你应该想一想，我敢在396旅的营区里搞这么大的阵仗，没有上级的指示，我会这么没事找事吗？吕首长可亲口说了，给我们御风营2天的假期。可还有一位首长亲口说过，你们御风营要保持3级以上的战备状态，并且专门强调，不经他本人允许，不许解除。你忘记了吗？关于御风营的这次行动，军旅2级首长都非常重视，希望你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，无论如何打好这仗。是。另外有个要求，我必须强调一下。梁副军长指示，御风营自即日起保持3级以上战备状态，一直到返回营区接到他本人的命令才能解除。郭营长，我想请问，如果没有那次完胜的军警联合作战，如果没有胜利之后，上级、社会、媒体的一致哄抬，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没有吕首长亲口许诺的2天假期，你郭子健一直紧绷的战备之弦，会不会在今晚突然松懈？我知道，你还有一个杨茂林在穿针引线，我也知道，你还有一些火力打击力量可以把营区变成一片火海，但是你的指挥部在这里，你的战友在这，你自己也在这里。郭子健，你输了，千万别跟我说什么从头再来，我凭什么给你机会从头再来？我一听搬用机枪，就可以把你的部队全歼，你有什么机会从头再来？
向是向，别瞎叨叨了。那个。 首长同志，演习任务圆满完成，请指示。稍息。是。上线。真是大开眼界啊！稍息。 我面前站着一支这样的御风营，我知道你们心里边有的人肯定不服啊，有的人心里一直在想，梁北华又要讲什么事儿给我们添堵啊？有些话我可以不说，但我今天面对的是这样一支御风营，我不得不说几句。你们都竖起耳朵给我听好了。 从古到今，打仗打的就不是常情常态，打的就不是人情世故。穿上军装，你们就是军人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。但是打仗有先有后，如果遇到紧急敌情，你们是心安理得，等着排号，还是等着轮战呢？ 告诉我能不能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！你们也知道不能。我记得这次海训出发之前，我下过一道命令：御风营始终保持3级以上的战备状态，而且这道命令必须由我才能解除。但是。 吕领导提出放假之后，御风营的营长就打了折扣。本来应该安排的战备值班岗哨，一个分队都没安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的郭子健，郭营长爱他的兵啊。 但是他这样做，也害了他的兵。这次行动是集团军早就给你们准备好的演习。本来飓风营准备跟你们打一场硬仗，现在好，成了一边倒，变成了赶猪的游戏。首长们都很失望。 站在外围的飓风营，你们心里是不是在偷偷乐呀？你们自己可以好好的看一看，你们有多少人已经被暗中做上了标记，变成了潜在的靶子。报告，首长。 我想说，就算他杨茂林再厉害，他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呢？能改变什么？我不讨论。你们自己回去，用你们的脑子，好好进行反思。是。现在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御风营战备解除，放假2天。是。立正。
御风营到！听我命令，所有人，不分男女，不分兵种，不分专业，不分岗位，5分钟之后按建制带到体能训练场，每个人10公里武装越野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，明白。大半夜不睡觉，看来这小子是受刺激了。御风营近期心高气傲惯了，不把这股窝囊气儿撒出去啊，谁能睡得着？与其睡不着，还不如先开个口子，把这股气儿啊撒出去。政委说的对，这才是用兵之道啊。第几点要求？第一，深夜跑步不准喧哗；第二，体力不支马上退出；第三，训练结束以后，正集合，团长、骨干清点人数带回；再然后，及早睡觉，明天放假。动！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扯得开，拢得住。这小子成熟多了。张弛有道，才能调整身心啊。按照当前情况，最多明天下午，整个演习就将全部结束。这个黑曼巴404旅有点狂妄啊，说自己的作战资源还没消耗到一半，仗没有打过瘾。不过他没想到，他的这句话会被监控系统捕捉到。不过也有人推测，说这是龙远山故意说给导演部听的。人家有这个本事啊，但是集团军首长的面子挂不住啊，因为组织399旅和404旅的这次实战对抗，其中包含了黄军长，还有国防大学张教授，共同推进的一个新课题。这个我知道，军队改革嘛，总需要尝试和探索。所以说，这次对抗啊，不光是战区陆军首长机关前来观摩，还有一些相关的院校。也专门派了专家前来演习现场。据说导演部里不仅是将星云集，教授们的肩牌也是星光熠熠呀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如果这个时候您能找准时机，把御风营的价值魔方给推出来，那就完全成了黄军长跟张教授搭台，您来唱戏啊。是黄军长派你来唱这出戏的吧？是参谋长，还不都一样？首长说了，救场如救火。你真以为唱戏呢？啊！御风营刚刚从东南沿海回来，被折腾了一宿，这才休息了1天呢。这2天的假期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得呀。你好歹让这些年轻人见见对象什么的吧。情况首长都知道，但这个时候，你让谁出场都不合适啊。再说了，上回御风营跟404旅的城市攻防战，打得很不理想。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把他们东南沿海外训的成果给展示出来，也是给他们重塑信心嘛。行了，你的戏唱完了，回去复命吧。是。咱这刚回来，屁股都没坐稳呢，干嘛非得凑这趟热闹啊？不为别的，就为检验一下御风营的训练成果。他郭子健又不是龙远山的对手，就怕最后啊还是得丢人。过去是手下败将，现在未必。不可能。哎呀，搁在以前，我也会说不可能。但是现在，
这个一厢情愿的不可能，未来很可能成为打向自己的耳光。我承认，我对郭子健过去确实有点偏激了。其实他这个人没有自信，而且敢于承担责任，这一点你我未必能做得到。他怎么能跟你们比呢？反正对于他这个人，我还是保留我的个人意见。这次对抗，399旅不但拿出了全部的家当，而且还配属了战区陆军支援作战旅、情报旅的尖端兵器，阵容豪华。但是这一仗打得实在是窝囊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399是近年来战区陆军体系作战的试点单位。上次云林山的体系作战演示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我记得当时你张教授用4个关键词来评价他们：上衔下接，左连右通，真打一体，天衣无缝。是啊，多少年了，侦察预警感知难，态势融合共享难，指挥控制联动难，信息网络防护难，精准保障的实施难，这难那难，到头来都是体系作战实现难。399旅用高度的系统集成，成功的解决着一系列难题，令人激动。老黄，但这一次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没错，我觉得他们系统集成只是完成了一个基础性的联通，但是大家给他那么好的评价把他们自己都弄懵了。404旅呢，明知道他们在这方面占有先机，一定是做了针对性的准备，所以仗打成这样也不足为奇啊。也就是碰上了龙远山，换个对手还真不好说啊。如果战争能让我们选择对手，那都能找到克制法宝。老梁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399旅还有一支预备队可以用。在看不见的信息战场上，这支预备队不知道在战术上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好钢用在刀刃上，咱们拭目以待吧。杨参谋，这是你立体信息平台建立后的首战，我们就拿龙远山的404旅开会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从拿到任务开始，我就一直在琢磨，如果我们想要对抗404旅，以前用过的招数可不行，一定要用没有用过的，才有可能有效。是的，龙远山跟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，只要我们一出手，一定知道是谁。说实话，虽然带着部队一直在机动，但我脑子没醒过，考虑了几个作战方案，但我觉得最合适的是迪安娜行动。迪安娜行动。接到上级指示，尽快与396旅御风营评断契合。跟他们契合？前面咱们打完了，后面他们上。要怪就怪咱们前面打得不好。早就听说郭子健这个人如何了得，这次正好见识见识。都是一样的试点，亮亮兵器，看看都藏着什么宝贝，是个不错的学习机会。格局不要这么狭隘。是。集团军派他们做我们的预备队，肯定是有他们的考虑。现在就看看龙远山和郭子健他们谁更新的速度更快了。旅长，您看咱们要不要把节奏慢下来，给399旅留点面子，也给观摩组留个好印象？哎呀，哪来那么多弯弯绕？399旅部队受损虽然严重，但其指挥机构至今依然完好无损，而且还没有被发现。只要大脑还存在，就不能掉以轻心。4肢都没了，再好的大脑有什么用？铁军，我看这几次胜利让你也轻飘飘了。
习还没结束，胜负都不好说呀。这就像下象棋，哪怕你车马炮都齐全，但恰好不在位置上。人家虽然是单枪匹马配小卒，只要位置恰到好处，照样可以翻盘。您是说过河族当居士啊？未来战争，在火力几乎完全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前提条件下，一支小分队如果其背后的信息保障体系完备，只要提供几个关键性的打击要点，照样可以毁掉一支雄狮劲旅。要是咱们的突击小分队，我认为可以达到这种效果。399旅未必。报告，与399旅频段集合成功，可以连通。请王旅长通话。是。请东瑶讲话，请东瑶讲话。东瑶收到，东瑶收到。王旅长，我是郭子健。郭营长你好，情况你都看见了，红军现在形势不容乐观，你们有什么方案？王旅长，按导演部命令，从现在起，请你们信通分队和电抗分队一起，迅速将贵旅所有信息设备频率、功能以及部署，以及当前位置，尽快提供给我。在此期间，我需要你保持全电子静默，包括与剩余作战力量的联系。好，我听你的。王军长，这就是你说的要用在刀刃上的好钢吗？一个加强营还不够龙眼山喝一壶的。红军预备队这个选位倒是神来之笔，完全不像他们的风格。这个399旅够豪横的啊，打残了一支又来了一支。过河的小卒出现了，马上派出突击小分队密切跟踪，一旦发现目标，尽中原火力一起压制。我倒要看看这个过河的小卒怎么跟我车马炮对。是，我马上安排。命令，第1战队前出老虎口北侧209高地。此地虽然已被蓝军占领，但要的就是虎口拔牙。此战关键是突然性，注意隐蔽。是。第2战队沿石管河刘庄南段、方庄西段隐蔽接敌。此战重点是对老虎口、玉皇顶驻守的蓝军给予重火力打击。无人机分队会派出1个小组给你提供信息。是。第3战队作为预备队，驻守六里沟南侧2马山一带。是。由于任务动态性强，宏图远火、信通、电抗以及特战排随时与我保持连通。是。预备队位置选点不错啊，可惜他对付的是龙眼山呐。排长，各个部门都行动了，咱们等什么呢？急什么呀？排长，营长来了。起立。营长怎么亲自过来了？还用说吗？咱任务重要呗。你小子开窍了啊！营长，这点窍还不开，我这班长别当了。不错，继续保持。你们这一次的任务很简单，但是很重要。我们要建立一个真实而虚拟的通信指挥台站，虽然设备是模拟的，但是仿真要求高，需要通信、电抗2个3人小组共同执行。我们这次在东南沿海研究的战法，能不能用，管不管用，这次的行动就是最好的检验机会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很好。信心来自强大的能力素质。我们御风营在战场上从来都没有服输过。杨灿，我对我们的实力有信心。我相信你们。这次的行动，特战排会跟你们一起，他们负责保护，你们负责搜索目标，并且共同完成关键性任务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营长，带着几个丫头片子，这仗怎么打？什么叫丫头片子啊？那可是我们营的宝贝疙瘩。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这次任务的核心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安全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直升机不能送你们太远，容易被侦察，所以剩下的路要靠你们2条腿来完成。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，
一定要把这几个保卫疙瘩给我保护好了。是。如果遇到难以攻克的难关，牺牲自己，保全战友。牺牲我们，没有咱们特种兵这场仗怎么打？还记得我们的价值魔方吗？你口中的丫头片子就是这次魔方的核心。报告，讲，刚才我们捕捉到红军预备队与红军指挥所的联系频段，但是时间太短，没办法追踪。只是有一点很奇怪，直接说，红军的所有信息联通全部中断，静默了。是，密切关注。是。无线电静默有3种可能：一是怕我们的强力电磁干扰；2是怕被我们抓到尾巴；3是对作战部队和指挥机构有新的部署。显然是第3条。而且配合这支预备队，整个红军的通信指挥系统全部在跟随保障。很有可能这支预备队正在憋着一剑封喉的大招。都打到这个份上了，还能憋出什么大招？命令突击分队扩大搜索范围。我就不相信了，一支合成营的兵力在我这儿能藏得住尾巴？我马上部署。报告，队长，这2位是399旅的突击人员，被打散保存下来的。哎呀，那太好了呀！你们是399旅哪个营的？报告领导，我们是399旅合成319连的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们9连的连长徐志强，我们2个很熟啊，我们在一起参加过集训，还住同一间宿舍呢。他现在怎么样了呀？不会也挂了吧？我们徐连长本来已经带着2辆步战车逃脱了，但却被对方的突击小分队发现，最后还是牺牲了。可惜啊。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呢？翻过前面那座山头就是。还有保存下来的装备吗？有1辆步战车，1辆突击炮车，还有20多名战友。好，太好了！你们马上去联系他们，我们一会儿就赶过来。是。集结部队。马上出发。是。哎，你们2个路上慢点啊！去找2个人，盯住他们。是。怎么遇到他们的？被我们的侦察兵发现的。我已经检查过了，他们穿的、带的标志确实是399旅的。可刚刚被你一问，就露馅儿。399旅这次损失惨重。有很大一部分的重型装备，就是毁在了这样的小分队手里。他们仗着自己对地形比较熟悉，人员少，机动好，很难对付。那为什么放他们走？我正琢磨着怎么去吸引龙远山的注意力，他自己就送上门来了。对老虎口附近出现的这个连怎么办？从侦察员带回来的线索看，这的确是一个加强连。刘参谋，到。命令侦察营马上对老虎口周边地段展开搜索。是。老虎口作为红军阵地，现在已经毫无价值。这支加强连到那儿去干什么？有2种可能：一是1营2营打扫战场不彻底，尚有残留人员和装备留在原地；二是老虎口是整个演习场的中间地段，无论向哪个方向发起打击，都非常有利。我马上命令1营2营加大搜索范围，只要发现就地歼灭。难道这就是他们想出来的杀招吗？凭一个加强连就想翻盘，也未免太小看我龙远山了。红军预备队虽然弄出个全场静默，但既无战法又无良谋，苟延残喘罢了。
有情况，请进。终于让我给逮到你了，同志们，第一组精确定位，第二组捕捉频段。马长正，夜视望远镜。梁三宝，到。我的计划是不是过于冒险？还好，方案本身没有问题。如果放在早2年，可能性不是很大。但是现在的技术已经日趋成熟，已经部分实现了，所以实践一下挺好的。如果此战成功，首长们可能会问你原理，你怎么说？跟首长们汇报工作不是你的任务吗？那不行，这次是你的主场。我可不在乎这个。那你在乎什么？我在乎的是，洪霞飞跟杨茂林出去这么久，是不是也该有信息传过来？报告班长，搜索准确，画面捕捉完成。干得漂亮！我现在马上就把参数发到指挥所。等一下，不能再等了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有点不对劲，这个指挥所很可能也是假的。这不可能！以我对龙旅长的了解，他绝对不会这么张扬地设置指挥所，让我们用夜视器材就能轻松发现。排长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可不能再少废话。那如果真的要是这样，那就完了。宁愿迟到，也必须精确，这是我们特战排情报作业的核心准则。还有，如果我们提供了假目标，那么指挥所的一切决策都将是海市蜃楼。那怎么办？从刚才女兵们忙碌的景象看，这应该是一个情报处理站，是故意设置成指挥所的景象，而且警戒人员设置的也很到位。我判断，真正的指挥所离这里不会很远，最多不超过2000米。你有把握吗？有8成把握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出发。走。啊！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吗？我好像把墙弄了。